三界最厉害的神。女娲见了要让3分，玉帝如来在她眼里像是个孩子。对于女娲娘娘，想必大家并不陌生，诸如女娲补天、女娲造人的种种神迹，在民间广为流传，被誉为创世神。当年盘古开天辟地，天地初定，但是缺少了生机，所以女娲娘娘觉得很孤单，便施展大法力，幻化出天地万物。后来女娲又捏泥巴造人，这才有了人类。所以她的地位可以说无人能及，但却有一位女神，也有着和女娲同样的地位，在民间也有很高的声望。就这么跟你们说吧，如来佛祖和玉帝见到她也要礼让3分。那么这个神秘的神究竟是谁呢？且听我为大家一一述说。其实很多人见听说过她的名字，因为有一句话叫皇天后土，里面的后土就是我要说的这位女神，她被人称为后土娘娘。为什么叫后土娘娘呢？其实道理很简单，上有天庭，下有大地，天庭有玉皇大帝，大地有后土娘娘，所以就有了皇天后土之说。她是中国出现的比较早的神，在中国古时候有很长一段时间还是母系社会，那时候人们非常崇敬后土娘娘，把她誉为大地之母。而天庭的玉皇大帝和她相比却撤了一大截，因为在玉帝的出现是人类进入男性主导的社会后才有的，比后土娘娘出现的时间晚了好几万年。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讲，不管是天庭的玉皇大帝还是佛界的如来佛祖，见了后土娘娘估计都得称呼一声前辈。而且关于后土娘娘，在民间流传着很多传说。有人说后土娘娘其实是3清4御中的一位，也是天庭的神仙，是掌控大地的神仙。也有人说地球其实就是后土娘娘，掌握着大地上生灵，被誉为大地之母。还有一种比较玄幻的说法，说后土娘娘其实是巫族的后代，因为巫族野蛮嗜杀，最终导致巫族走向灭亡。后土娘娘感念巫族的残暴行为，就化身为6道轮回，用来化解自己族人的罪孽。当然还有非常多的相关传说，我在这里就不详细说明了。但从这些传说和事迹当中，大家也能感受到后土娘娘的地位。而且在古代，人们都比较迷信，常常有落地生根、落叶归根的说法，也就是说大地就是我们奈野生存的根本，所以人们把大地比作一位神，而这位神其实就是后土娘娘。在《西游记》里面没有出现后土娘娘的身影，而且这一点在很多其他典籍里面对后土娘娘的描述也不是很多。这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说，是社会进入了男权主导的时代，所以不管是平民还是读书人，都有些淡化了后土娘娘的形象，所以《西游记》里面就没有出现后土娘娘。这个状况从《西游记》里的神仙上面就可以看出，天庭的大部分神仙都是男性，除了王母娘娘官职比较大，其他重要职位都没有女性。可见作者那个时候也是处在一个男权社会当中，所以笔下很少出现地位比较高的女性。当然观音菩萨宠是个例外，毕竟佛教是外来的教派，所以观音菩萨另当别论。尽管如此，后土娘娘在民间的地位还是很高。珍爱地球其实就相当于敬爱后土娘娘。在中国古代神话与民间传说中，后土娘娘的形象和故事广泛流传。她不仅是大地之母，更是众多神奇中不可或缺的一员。与女娲娘娘同为创世神的后土娘娘，在古人心中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。她的形象通常与大地、丰饶、生育等概念紧密相关联，象征着生命的源泉和自然的恩赐。据说后土娘娘不仅仅掌管着大地之力，还有能力调节季节变换、控制天气，以及保护人间的和平与繁荣。在农业社会中，人们对她的崇拜程度可见一斑。每逢干旱、洪水等自然灾害，人们便会举行祭祀活动，恳求后土娘娘降福人间，带来丰收和安宁。传说中，后土娘娘还具有极高的智慧和法力，能够预知未来，解救世间苦难。在一些故事里，她以慈悲为怀的形象出现，指引迷茫的人们找到正确的人生方向，抵御恶势力的侵扰。这种形象使得她不仅在民间信仰中占据重要位置，在道教和部分佛教传说中也有她的身影。
尽管历史上对后土娘娘的记载不如天上的玉帝或是《西游记》中的观音菩萨那样详细，但她在中国古代神话体系中的影响力不容忽视。在不同的朝代，关于她的庙宇遍布全国，尤其在农业区域，村村寨寨都会有供奉后土娘娘的祠堂，以祈求土地肥沃、五谷丰登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虽然科技进步使得人们对自然现象有了更多的了解，对于后土娘娘的崇拜也许不如古时候那么盛行，但她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仍然不可动摇。在今天，人们仍然通过各种方式纪念和缅怀后土娘娘，如环保、地球保护行动等，实际上也是对这位伟大母神的现代致敬。总之，后土娘娘作为中国古代神话中的重要神奇之一，她的故事和形象不仅丰富了中国的文化遗产，也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。在追求和谐与可持续发展的今天，后土娘娘的形象提醒着我们，对自然的敬畏和保护是每一个人应尽的责任和义务。古代称阴间为幽都，幽都之名最早见于《尚书·尧典·申命何书》，翟朔方曰幽都，意思是尧帝又命令何书居住到北方叫幽都的地方。显然，这里的幽都不是指阴间，而是指北方某个地方。在《山海经》中出现了幽都山和大幽国之名。《山海经·海内经》云：北海之内有山，名幽都之山，黑水出焉，其上有玄鸟、玄蛇、玄豹、玄虎、玄狐鹏尾。有大玄之山，有玄丘之民，有大幽之国，有赤境之民。这座幽都山不仅水是黑色的，连鸟、蛇、豹、虎也是黑色的，让人不禁联想到幽暗阴森的阴间。那座大玄之山和那些玄丘之民，估计也是漆黑一片，只有牙齿是白的。至于大幽国的人民，长得也相当怪异，膝盖以下全是红色。到了春秋战国时期，人们以把幽都当作阴间的代名词，有屈原的诗歌为证。《楚辞·招魂》这样写道：魂兮归来，君无下此幽都歇。吐蕃九曰：其脚一歇。敦眉血母，竹人佩披披歇。参目虎首，其身若牛歇。此皆干人。翻译过来就是：魂啊，归来吧，你不要下到幽冥王国。那里有扭成九曲的吐蕃，他头上长着尖角，锐如刀凿，脊背肥厚，拇指沾血，追起人来，飞奔如梭。还有3只眼睛的虎头怪，身体像牛一样壮硕。这些怪物都喜欢吃人。屈原的这几行诗句，把幽都里的鬼怪描写得栩栩如生，令人不寒而栗。后土娘娘，这位古老神话中的伟大母神，虽然随着时代变迁，她的形象可能逐渐远离了人们的日常生活，但她代表的自然、丰饶、母爱和智慧的象征意义，仍旧在当代社会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。她教导我们要珍爱我们赖以生存的这片土地，提醒我们与自然和谐共存的重要性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，喜欢请订阅、点赞、转发，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见。